Hello， 大家，我今天来到了新园。新园位于屏东的西部沿海，与大名鼎鼎的东港渔港紧邻一条350公尺的东港溪。也许是东港的光环太过于亮眼，以至于新园平价又美味的现捞海鲜和料多实在的鲜甜饭汤，到现在还没被游客发现，应该还没有吧。关于新园地名的由来，据说几百年前先民来到这边开垦的时候，选择了高屏溪靠近新园的这个地方，把原本荒芜的一块地开拓成园，所以取名为新园。新园是面临台湾海峡嘛，我现在在新园的盐埔港这里，盐埔港的对岸就是东港，加上新园这个地方原本就是平坦辽阔、水源丰沛、开发得早，所以这边物产很丰富，就催生了很多的庙宇呀、美食啊这些。我们今天就跟着这样的脚步去看看新园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吧。Let's go！ 盐埔渔港应该算是新园发展的门户。盐埔渔港与东港渔港合并称为东港盐埔渔港，因为这个位置渔船出入方便，沿岸鱼量多且丰富，所以是全台湾的3大渔港之一。前方红色的拱桥过去就是东港了，然后我现在还在新园这边。盐埔渔港这边有一栋白色的建筑，这个楼梯上面写了一个台湾嗨，然后这个好像是新的到小琉球坐船的地方。这个渔港还不小哦，好多的渔船哦，密密麻麻的，而且有那种海鲜的味道不断的飘来，就说明它还是很繁忙的，然后渔获量还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边还蛮热闹的，是不是因为靠近东港的原因？今天穿的毛衣有一点多，因为最近2天不是降温嘛，我就怕出来会冷。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还阴阴的，结果一到这边真的是南部的天气果然不一样，越往南走越热，穿的毛衣穿多了。既然都说到了渔获量，那就不得不去吃一吃海鲜了。从盐埔渔港出发，沿着河堤走，开车4分钟左右，阿秋鲜鱼汤的味蕾邀请正式发出。阿秋鲜鱼汤的店面不大，虽然料理台前贴有菜单，但真正的点餐方式是老板带着走去冷冻柜挑选食材。柜门打开的时候，一排一排的鱼全都叫不上名字，但老板态度极好，会一一介绍，只需要把想吃的放入篮中。老板建议料理方式，双方达成一致后，就可以去入座等待了。先喝一口鱼汤。哇，怪不得它这家叫鲜鱼汤，它鱼汤好好喝呀，就是很纯净的那种味道，一点葱，一点姜丝，然后加上鱼的鲜味。鱼汤的鲜可能还来自于水润饱满的蛤蜊，细腻清甜，喝一口后正好适合开胃。正式开动的第一道菜就对着这盘色泽浓郁的小小卷下了手。为什么叫小小卷？因为它比小卷还要小。想了想，又赋予了它另一个名字。这个是咪咪卷吗？应该是咪咪卷。它的炒法是加了一点葱，一点辣椒。哇，它的摆盘这个搭配也非常的好看，就颜色看起来很有食欲。好嫩哦！这个炒起来非常的有锅气。小小卷吃起来不仅鲜甜，还带有热炒时奔腾的烟火气。肉质也是紧密细致的，应该是火候把握得非常好。吃一个我们点的沙茶鱼肠，这个鱼肠不知道是什么鱼的鱼肠，这么大一块，然后很厚。好吃啊！吃起来就是脆嫩脆嫩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沙茶鱼肠？对我来说是一道很特别的料理。鱼肠厚脆又嫩滑，在沙茶的翻炒后，咸鲜的味道展露无遗。不过沙茶酱吃多了好像会有一点腻。我觉得它的吃法应该是一个鱼肠加一个芹菜。这样吃起来更清爽。上一道料理还在说好像吃多了会有点腻，下一道就来了一个超级解腻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它的炒法是有一点点姜丝大肠的那种炒法，
然后姜味很重，加了九层塔，一点点的辣椒去提味道，然后一点芹菜在里面，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姜丝大肠的那种味道。可是它与姜丝大肠的特别之处在于九层塔的加入，这个也好吃。最后一道金黄酥脆的炸小鱼，咬一口下去的时候香脆满口，随之露出的是雪白鲜嫩的鱼肉，这一餐的压轴就是它了。它这个鱼炸得非常非常好吃，虽然是炸的，可是一点都不油。它上面应该有一点这种类似于面包糠吗？这种还吃起来很酥脆，很酥脆，里面的鱼肉也特别的嫩。吃这个鱼，我喜欢就这样吃原味，然后柠檬啊、胡椒这些都不要加，就这样吃鱼的原味，非常的鲜嫩。我觉得每样都好好吃啊！我们吃完出来了，阿秋鲜鱼汤真的是一家宝藏小店，我又想推荐又不想推荐，那种很纠结的小心情。我们4菜1汤一共是吃了1000块钱。刚刚我有问老板，老板说他们是每天1、2点钟就出去捕鱼，大概4、5点钟的样子就会拿到店里面来，所以每天的食材都是新鲜的。而且我刚刚有说我们4菜1汤1000块钱哈，你在市区我觉得几乎找不到这么量多，而且一盘差不多200块钱的样子的这种美食小店吧。这家真的喜欢的、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来尝尝看，在新园这边。新园算是个渔村风情和田园景致兼具的小镇。从盐埔渔港进入新园后，道路两旁从河堤和竹筏逐渐变成了整齐平坦的农田。位于新园东南方向的乌龙村，有一口救治怪病的百年古井。好不容易我们绕了好几圈，才找到乌龙的这一口百年古井。据说在10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身患怪病，群医束手无策，于是就请示神明指点。神明指示说，需要挖取神农泉水用以救治，再以流车轮法器丢入井中收复神农，就可以保证泉水源源不断。因为泉水本来就自然甘甜嘛，所以也成为了当时在地村民的饮用泉水。然后我看有报道，新闻报道说，每年的端午节午时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到这里来排队取水，也是一种，应该是当地的一种信仰了，消灾解厄、保平安。然后这里有龙神风味。这个在 Google 上是没有定位的，我们是绕了好几圈才找到的。其实它是在第2东龙宫的旁边，到时候我把这个位置标一下，大家如果有兴趣要过来的话，可以找一下这边。村庄里面真的是好安静哦，进来，然后感觉周围所有的住户，我来拍这个古井，感觉所有的住户目光都集中在我这里，我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了。新园地处东港溪和高平溪的中间，地理位置优越，是清朝时往来于屏东市区的重要渡船口，也因此繁盛一时。但因为泉乡较为平坦低洼，每到夏季时就会洪水泛滥，繁盛的古街逐渐没落，还因此搬庄3次。最后一次搬庄时，新会宫的妈祖降临指点，才把水患给治住了，也因此有了12犁头标的由来。我本来在网上做功课，说新园这边有一个离火山，然后我跟着定位找到这边是一个养鸭场，这个定位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变成养鸭场了？鸭子不仅是我面前的这些，连对岸的一大片也是鸭子。我们沿着这一路走过来，都是这种绿油油的稻田，然后就看到了12犁头标，在这边。准备去看一看啊，就是这个有12个，它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故事。12犁头标这里刚好是有12个犁头佛，相传以前这个地方是有水患的困扰，于是当地的民众就请示神明，神明就说要在
鲤鱼山的半山腰修一个福德祠，并安置12座犁头佛来镇压水患。可是这边的水患镇住了，那河对岸又开始饱受水患的困扰，于是那边当地的民众也去请示神明，神明就说要把第2行的第7块瓦片给抽掉，并泼上动真污沟穴来治理水患。然后第2行第7块瓦片，我没有看到是哪一个。然后这里应该就是鲤鱼山吧？鲤鱼山它海拔不高，可是它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意义和象征。它以前不叫鲤鱼山，它最开始是叫赤山。为什么要叫赤山？因为它会喷射出赤黄色的汤泉，所以叫赤山。那第2个阶段，它叫滚水山，因为第2个阶段开始不断的有滚烫的泥浆冒出，所以叫滚水山。然后到后来就发现当地的民众就发现这座山远看的时候就像鲤鱼一样，所以它就叫鲤鱼山，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它最开始在清朝的时候，因为会冒滚烫的泥浆出来嘛，所以它有一点点的皇权的象征。到日本时期的时候，因为这边视野比较高，然后所以就作为一个军事基地。看这里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碉堡，然后我们再往上面走走看。它其实到近现代的时候，是因为泥浆的喷发，所以这边当时在兴盛时期的时候是有10几家的砖窑厂，因为它泥浆喷发的下来的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土壤的影响嘛，那个东西就非常适合拿来烧砖窑，所以当时这边砖窑的产业也是很丰盛的。那因为921地震过后，这边就喷发时间不固定，好像位置也做了改变，然后所以这个产业就慢慢的就没落了。也可能也因为就是921地震过后一些建筑工法呀、一些技术的改变呀这些，所以砖窑厂就慢慢的没了。往这边走，它的制高点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在搜鲤鱼山离火喷发出的时候，搜出来的地方其实它不是一个山，它是一块平地。然后那个喷发处就是养鸭子的地方，就养鸭场很多鸭子。然后在 Google 上看到有人在说，他说晚上可以到这边来看鸭子。然后还有个评论就是说，漓江没有喷发的时候就是养鸭场，漓江喷发的时候鸭子就赶到其他地方去。我还想说，真的可以这么及时就把鸭子赶走吗？那边可能有几万只的鸭子吧。然后这边上来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制高处。往这边看，看得到那边有一座山，不知道那边是一个以前的什么山还是怎样的，在湖中央有一个山。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传说。新园的地形较为狭长，虽然不大，但从最北端到最南端开车也需要20几分钟。一开始没摸清楚地形，来来回回了好几次。不过我是那种为了美食会在所不惜的人，所以我们从北部的12里头标开车15分钟，来到了南部的延州路上，只为一碗饭汤。现在我到屏东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喜欢去搜一搜有没有饭汤，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去吃一个饭汤。爱椒鱼饭汤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那种低调又没有招牌，店铺也不够明显的隐秘小吃。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好，谢谢。饭汤上桌，还没开始吃，就先感受到了老板的热情。饭汤。这一碗饭汤里面有虾，有鱼丸，有鱼肉，还有小管。然后它很特别，是有这个四季豆，这种扁豆。然后它的鱼的话，吃起来有一点点的像鲔鱼。然后这一碗饭汤是我吃了屏东这么多饭汤以来，我觉得最清爽的一个版本。就它一端上来的时候，就是汤就很清澈，很清澈。然后吃下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味道很淡，其实它味道还是很丰富的。然后也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稍微带一点点的那种海鲜的浓郁。然后里面还有一点菜脯、笋丝，还有油葱酥去做味道上的一些补充，还有口感上的一些补充。
吃到此处，我突然想到，新源和东港仅一桥之隔，不知道饭汤是否和东港有所不同。我不知道这个在台湾叫什么，我们叫豌豆片。然后这个豌豆片加在里面，有一股很清爽的那种，就是草木的香气，青草的香气。甜甜脆脆的。我在竹田吃饭汤的时候，老板有建议说可以加点辣椒试试看。我怕辣，所以当时没有尝试，但记住了这个吃法。这次又吃到了饭汤，也看到了辣椒，就想要尝试看看。这辣椒不要轻易加，好辣。在外面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辣椒。糖醋排骨，还不错呢。最终还是没抵挡住老板的热情，吃到了糖醋排骨。拜拜，谢谢。老板好热情啊，给我们吃了好多东西哦。我现在已经好撑了。我觉得在屏东的乡下很适合四处走走看看，尽情享受南北乡间的闲适。走到新东社区的三角路口时，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园，公园里什么都小，只有大象最大。一查才知道，原来这里叫大象公园。我在 Google 上搜了一下，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大象 ？Google 上说的是，他问了对面的应公庙的一个阿伯，他说那只大象正在那里是要防止当地的走廊讨客凶。后来又到大象公园里面问了一位阿伯，他也说是为了挡当地走廊讨客凶。是什么意思？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应该是，可能是为了防止外遇吗？不知道。反正我把这个字到时候打到屏幕下，大家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影片的一开始有提到，新源因为靠海又开发的早，所以庙宇也有很多。但有一间庙宇是我去过那么多庙宇后觉得最特别的一间。我身后是很特别的一个庙宇，是大圣公妈庙。大圣公妈在世的时候是清朝人，他们感情很和睦，但没有子嗣，但是拥有180番的土地。他们过世之后没有人继承嘛，就由郭家人继承了他们的那个土地。然后郭家人因为感念这份恩情，所以就建庙祭祀。这个庙宇很特别的地方是，其他庙宇是不允许信徒去碰神像的嘛，可是这个庙宇你是可以去碰神像的，因为它是求夫妻感情和睦嘛。你连续3个圣杯求夫妻感情和睦的话，就把神像移成相向的方向。如果你是求那种，比如说对方在外面有外遇啊，你要过来求一下的话，就连续3个圣杯就把神像移成相背的方向。这个庙宇据说是24小时的，就是不打烊的那种，因为有些可能白天不好意思来，然后晚上也可以过来到这边来寻求神明的帮助。走出来过后，发现庙门口的这一棵树好苍劲有力。这一个神明是松子公，我不知道是刚好我遇到还是怎样，发现新源这边好像很多神明都是求夫妻感情和睦的。好，现在我要赶紧走着，看后面那边已经架起来了，不然等一下就过不了了。我在前面看到一个很搞笑的谐音梗，星巴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高雄和屏东有很多打着新源名号的汕头牛肉锅，让我很好奇，真正在地的新源汕头牛肉锅到底好不好吃？于是我们找到了一家，决定去试试看。我吃完了，这家牛肉汤跟我想象中的还蛮不一样的。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新源好吃的牛肉汤，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这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还喜欢这期影片的话，请一定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心里想起谁？